每天撒哈拉沙漠的地表温度高达80摄氏度，绵延面积约900万平方千米。这片巨大的沙漠每年来自太阳能接收2200万太瓦时的能源，远超人类每年消耗能源的100倍。那么，用太阳能电池板覆盖撒哈拉沙漠，能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吗？当光子撞击在电板表面的能量足够大时，太阳能电池板就会工作，将电子从其稳定的连接中敲出。回归稳态的过程中，电子会产生电流。但是，太阳能电板产生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因为电板只对特定波长的光线有效，它们只能转化接受光能的一半。即使它们可以转换的光粒子，也经常从它们身上反弹，而非撞击到电子。不过，得益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才智，以及政府的持续投入，太阳能电板正产生着前所未有的电能。电板表面的防反射涂层和图案，使到达的光子更有可能撞击到电子。这些技术让商用太阳能电板的效率从低双位数提高到25%。在一些实验性模型上，甚至高达47%。近10年来，更重要的是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9%。这部分归功于其他技术使用相同材料的全球供应链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使太阳能成为地球上最廉价的电力来源。包括印度、中国、埃及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，已经将这些新型太阳能电板安装到了沙漠上。这些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厂面积从15到56平方千米。当太阳出来了，这些覆盖能提供能量给成千上万当地居民。但是这些发电厂的温度会非常高，太阳能电池不能转换，或反射的光被吸收为热量，这降低了电池板的效率。许多农场使用的冷却系统可以使用大量的能量，为风扇或流动的水提供动力，以保持最佳温度。即使有了这些系统，沙漠中的太阳能电池板吸收的热量也远远超过自然沙质环境。在现有太阳能发电厂规模上，这并不是个问题。但如果我们试图覆盖撒哈拉沙漠，这种影响可能会造成该地区气候的巨大变化。建造太阳能农场已经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，这种规模的工厂可以极大地改变沙漠的景观。谢天谢地，太阳能电池板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正在尝试一种新方法——巨型镜子。摩洛哥的努尔发电厂最终将覆盖约30平方千米的撒哈拉沙漠，是一座集中的太阳能发电厂。这种设计将光线反射到接收器上，它将能量转化为热能，然后转化为电能。这些镜子仍然对当地野生动物造成危险的温度变化，但它们改变景观的潜力较小。由于被加热的材料需要时间冷却，这些工厂通常会在日落后继续发电。无论使用太阳能电池板还是镜子，工业太阳能发电厂通常很容易融入现有能源基础设施。然而，将电力输送到当地电网以外的地方要困难多了。一些国家正在研究连接全球电网的方法，许多农场将能量储存在大型电池中，或将其电能转换成可供日后使用的清洁气体。但目前，这些技术仍然是过于昂贵和低效，是无法依赖的。更糟糕的是，工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能与化石燃料面临同样的问题，依赖于破坏性的采矿作业和碳排放的全球供应链。幸运的是，太阳能可以以多种规模存在，从工业太阳能农场到为单个建筑和农村社区供电的小型装置。这些项目可以补充能源使用，或为电网以外的地区提供被动能源。由于太阳能电池板依赖于几个简单的组件，它们安装迅速，相对容易更新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灵活性，使得太阳能在过去10年中变得如此廉价和普遍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想跟上人类不断增长的使用能源，会需要得着大大小小的答案。
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，但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访问 ed.ted.com/earthschool，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。